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编我又带大家跟进了18动力发生的事情，与 SC 对他们的审核要求和他们的独立审计师的问题。之后也分析了他们最新的季度报告。那么今天，小编我将会来探讨一家在马股根深蒂固的银行，并聊聊他们最近做的 bonus issue。那么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么今天要说的银行股到底是哪一家公司呢？不是排名第一的老虎牌银行哦，而是老二大众银行 Public Bank。相信很多人的车贷都是跟他借的，所以肯定不陌生。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他们上个季度的表现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上个季度的收入是从 4.9 个 billion 上升到了 5.03 个 billion， 一共增加了 2.6%。虽然收入没有增加很多，但是盈利却从 1.1 个 billion 上升到了 1.5 个 billion， 一共增加了 36%。这也导致他们的盈利率从原先的 23.3% 大幅上涨到了 30.4%。那到底是什么导致他们这个季度的盈利如此高呢？我们现在就来一探究竟。首先，主要盈利增长的原因就是他们的 allowance for impairment of loans 贷款减值准备金减少至358个 million。 相信贷款减值准备金也是之前疫情时大家非常关注的指标。之后就是净利息收入和伊斯兰银行业务净收入各增长了 137.6 个 million 和 61.4 个 million， 也就是分别从上个季度上升了 7.1% 和 16.5%。然后还有他们这个季度的费用与佣金收入也从上个季度增加了 9.8%， 这也就导致了他们在上个季度的盈利大增。但是同时，他们的 other operating income 其他营运收入在这个季度只有较低的 78.6 个 million 和较高的 other operating expenses 其他营运费用 36.1 个 million， 也抵消了一些他们这个季度的高盈利。那么简单的看完了他们这个季度的表现，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在市场用于评估银行股的各项指标里的表现又是如何。首先就是他们的 net return on equity 净资产回报率和 cost to income ratio 有效成本收入比。至于不了解什么是 net return on equity， 可以回到我们上一支银行股的股票教学影片了解哦。那么回来看 Public Bank 这个季度的 cost to income ratio 是达到了 31.8 的指标，而平均银行领域只有 42.8 的指标。这也代表他们使用了更少的成本来创造更多的收入。之后来看看他们的 net return on equity， 也是全国的本土银行之首， ROE 高达 11.2%， 并且也从疫情的影响慢慢恢复。那么除了这两个指标，我们还要看的就是他们的 gross impaired loans ratio， 也就是他们的总减值贷款比率。简单来说就是他们的烂账比率，而这个指标在本地银行的平均比例大概是 1.6%， 而 Public Bank 的总减值贷款比率却只有 0.4%， 证明了他们的烂账比例小，收不回钱的风险会比其他银行来得低。这也就代表着他们的风险管理和借贷人的筛选做得比平均领域来得好。之后我们再来看他们的 net interest margin。 如果有不了解这个 net interest margin 的朋友们，也可以到之前的影片了解哦。那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 net interest margin 它就是银行最传统和最基本的赚钱方式，也就是靠存款和贷款之间的利息差来赚钱。而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在最新的季度，他们的 net interest margin 已经达到了 2.28%， 而这也已经高过了3年以来的平均水平。此外，从2019年开始，Bank Negara Malaysia 就已经开始从 3.25% 的 OPR rate 开始下调到现在的 1.75%。 那么照理来说，这将会影响到公司的收入，因为当 OPR rate 下调，银行的利息也会跟着下调，而银行的赚钱幅度也跟着下降。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Public Bank 依然还能创出在过去3年里单季度最高的净利息和财务收入。对此 Public Bank 表示，这是因为在低利率环境和经济刺激措施下，集团的房屋贷款批准有所改善，而且他们也积极推动和参与由政府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发起的各种特殊融资计划，以帮助中小企业克服财务困难。这也进一步促进了集团的贷款增长。但是
之前也有多项报道指出 Bank Negara Malaysia 有可能再将 OPR rate 下调25个基点，而下调的原因是因为考虑到现今疫情的关系和 MCO 的重新实施，所以有可能银行将会降息来刺激国家经济。但是我们可以从 Public Bank 的历史数据来看，这对 Public Bank 的利息收入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是这也难免会让银行的 Net Interest Margin 下跌。但是就在小篇截稿前，这一次国家银行的 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 MPC Meeting 已经决定暂时不加息，维持现有的 1.75%。看来银行股又逃过了一劫，但是如果国内疫情继续严重下去，类似的新闻应该很快又会再浮出水面。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这一次他们所做的 bonus issue。就在2020年12月8日 Public Bank 就宣布发行红股 bonus issue， 每持有一股 Public Bank 股将可以获得4股红股。而当公司宣布了发行红股之后，当天的开市价是18令吉60仙，但是在几天内竟然最高去到22令吉96仙的价位。那么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bonus issue 的动机的朋友们，小编这里有个好消息，扭转乾坤将会在7月17日举办天机第2集。这一次的内容我们将会谈到附加股 right issue 背后的动机和红股 bonus issue 背后的引擎哦，并且告诉大家附加股一定要知道的3大重点。此外，对于之前参加过我们天机第1集的朋友们也将会得到优惠哦，感兴趣的朋友们请到 Telegram 私信小编报名。回到正题，我们就来计算一下这个消息为 Public Bank 增加多少的市值。公司的管理层表示，截至2020年11月30日 Public Bank 的股票数量总共是 3.88 个 billion， 当天的收市价是17令吉40仙，因此当天的市值总共是 67.54 个 billion。 那么在2020年12月14日 Public Bank 的股价去到最高位22令吉96仙。由于我们无法知道在2020年12月14日 Public Bank 的股票数量是多少，因此我们这里假设股票数量和11月30日一样，那么当天 Public Bank 的市值等于 89.13 个 billion。 再用这2天的市值做对比，市值总共增加了 21.58 个 billion。 之后我们再来计算一下 Public Bank 的股价从 XD 截止到今天为止股价的波幅是多少。这里我们可以看 Public Bank 发行红股的 XD 是2021年1月26日，也就是股价调整的日期。调整后当天的股价是4令吉40仙。那么截至2021年7月7日 Public Bank 的闭市价是4令吉08仙。所以在这段期间 Public Bank 的股价总共下跌了 7.27 个%。如今在红股被发行之后 Public Bank 的股价就一直在4令吉和4令吉50仙之间进行盘整，但是股息率也在 3% 左右。不过在近期可能因为有着太多的负面消息，银行股不受投资者的青睐，所以股价也郁郁寡欢。但是银行这个领域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在社会里永远不会而且不能消失的角色，所以在日后经济复苏时，你们觉得以4令吉买入蓝筹股排名第2的公司会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长期投资机会吗？如果觉得是，请在留言区打上1；如果觉得不是，请在留言区打上2，并且分享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